他从不买菜，天天却有吃不完的蘑菇，他却怕到不行。因为自从搬进新房后，房子竟然开始长黑色蘑菇，一天就能长高半米，到了晚上还会化成一滩黑水，看着非常瘆人。拔掉后隔天就会重新冒出来，还越长越多。业主直接被吓哭了，把地板拆开才发现情况比想象的还可怕。蘑菇就长在卫生间墙角，大概1个月前，墙角第一次长出蘑菇，当时他也没在意，直接拔掉了。但没过几天，这种长相古怪的蘑菇再次冒了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，直到最近这次，一下子竟然长出了7、8朵，甚至其他地方也开始长。卫生间吊顶上尤其严重，蘑菇白天是白色的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变黑，还流出黑色液体，看着实在诡异。他找来物业处理，把地板拆开后发现，下面不仅异常潮湿，而且黑黢黢的一片。研究了半天也没找到具体原因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卫生间防水没做好，有明显的渗水现象。接连4次长出蘑菇，还一次比一次多，自己住着实在不舒坦。王女士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，开发商却一口咬定是王女士自己的问题，死活就是不给退。实在没办法了，他找来了节目组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先确定这蘑菇有没有毒，于是记者找到了菌类专家，才知道原来这种蘑菇叫做墨汁鬼伞。专家表示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有些惊悚，但蘑菇是可以吃，不过要在幼嫩的时候才可以，但最好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出现中毒现象。不过专家强调，只要是野生类的蘑菇，他都不建议食用。至于他家为何会接连长蘑菇，专家猜测木地板上应该有很多的孢子，孢子呢就相当于蘑菇的种子，再加上地板潮湿，刚好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合，于是就重新萌发生长了。要彻底解决王女士的心理负担，就要彻底解决墙角长蘑菇的事。专家建议，第一就要对地板进行更换和清理，第二要保持屋内干燥和通风。在记者的帮助下，他再次联系上了开发商，对方表示会彻底进行清理。目前呢已经对卫生间墙角进行了整改，原有的地板已经拆掉了，地基也进行了清理，之后会重新做卫生间的防水，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。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大叔洗脸只洗半边，因为他的脸有点特别，小朋友看到都直呼太酷啦。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异常干燥，甚至连鼻子嘴巴也被一分为二。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，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燥起来。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吃起了烧烤，接着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出汗，你就说神不神奇吧。大叔说这现象是从1年前开始的，去年做了一场大手术，掀开衣服还能看到一道明显的手术疤痕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大家一起来到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持乐观心态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
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这下大叔放心了，甚至觉得这还挺好的，可以成为聚会的谈资，供大家娱乐也不错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不知道靠不靠谱。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，对吧？他们用摄像机对准深山中的一个狗窝，在远处的车里警惕地观察，拍到的画面让人后背发凉。这狗一到晚上12点就会神秘消失，天亮了又会准时出现。问题是它一直被链子锁着，锁扣非常结实，除非有人帮助，不然狗是无法自己打开的。但是家里人都问过了，没人打开过锁扣，这就很诡异了。大家决定安装摄像机，整夜拍摄。刚开始一切正常，时间来到半夜2点13，突然一阵声响，大家被惊醒，接着就发现狗妈妈又消失了，只留下了2只小狗仔。大家赶紧查看录像，只见它在狗窝附近徘徊了片刻，突然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锁扣就被打开了，接着就消失在黑夜里。看着录像，大家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动物专家反复观看录像，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链子上。这链子是有硬度的，只要将链子巧妙地旋转一下，就可以轻松地别开锁扣。只是这个旋转角度不好掌握，但很明显，狗妈妈已经可以熟练地找到这个角度，很轻松就打开了锁扣。但现在还有一个疑问，它为啥每天晚上都要溜出去呢？大家仔细检查了它的出走路线，发现它每天出去是来这里吃狗粮，毕竟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喂养狗崽子，应该是本能驱使让它这样做。主人也很懂事，在每天的狗粮里又加了1盒罐头，换上了新的锁扣，这样它就不会在半夜消失了。酋长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，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，向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，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。这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，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，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就爬到了10几米。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，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再次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道具，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美食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把洞口凿开，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对他发起围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很快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，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整筐蜂蜜，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、荷叶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大叔每天来菜市场却从不买菜，商贩们却开心的不得了，因为大叔是来抓苍蝇的，他一巴掌就能抓到5只，抓过的苍蝇足足装了4大袋。菜市场的苍蝇见了他都吓尿了，只要他出手绝对不会落空，引得商贩连连喝彩。看着只是简单的挥挥手，有个商贩觉得自己也可以，结果一只都没抓到。工作时，一只不知好歹的蚊子飞到了大叔身边，大叔慢慢靠近，苍蝇察觉不对立马就跑，但是太晚了，大叔已经出手，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大叔轻蔑一笑，表示这都不算啥。紧接着他表情严肃起来，眼神快速扫描，原来屋顶还趴着一只。大叔迅速丢出纸团，苍蝇瞬间成了肉泥。大叔对蚊子恨之入骨是有原因的，都是因为13年前的一件小事。当时正在和客户谈合作，没成想菜里竟然出现了一只死苍蝇，客户愤然离去，20万元的订单也随之丢了。仅仅因为一个苍蝇就损失了20万。大叔越想越气，发誓只要有他在的地方绝对不允许有苍蝇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训练自己的反应力，苦练抓银龙抓手，对着树练习7伤拳，手背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就这样练就了100%空手抓苍蝇的绝技。1年时间内抓到的苍蝇装满了4大袋，还把苍蝇做成了标本，就是为了更好的研究它。正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现在大叔还开了一个昆虫消杀公司，只要别人一个电话，他就会带着员工上门抓苍蝇，一边用扑蝇器，一边大叔徒手抓。结果扑蝇器还没有大叔的效率高，不得不说大叔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